每次站起来都特别熟悉的比分情况，都是9打头，真的是都在射程范围的1半以内。啊，刚才前面有两趴非常热烈的分享，给大家造成了一种直觉，就是上面只有脏话发泄。很巧，就在刚才这个舞台上，真的非常巧，我们正好听了几段分享。我们听了丹丹姐的初恋的故事，我们听了好多人初吻的故事，我们还在刚才用1分钟的时间听完了冉高明唯一一段初恋。有一句脏话吗？有一句吗？高明，这个 APP 只要有，你就把刚才你的最后一段一字不落的发上去。不，你不用发，你刚才站在这里，面对镜头，对着全国，对着真正的公众平台，就真正的做了一次标准的前任点评的范例。这个 APP 到底该不该支持？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？马斯克有一个说法，说第一性原理。我们要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问第一性，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？这个 APP 的本质是什么？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讲，它的第一性就在于一个问题：你会不会点开？你会不会点开？你现在可以假想，大家每个人都有手机，你就假想手机上有几十个 APP， 其中就有这么一个 APP。然后晚上你睡着了，哎，睡着之前呢，你一个人，你想不想点一下，找到你前任的页面？看一下他的前任是怎么评价他的，你想不想找一下你的现任，看一下他的前任们是怎么评价他的？你想不想找一下你呀？高明，刚才最后的那段话是你的前任最美好的寄语，你一点都不想知道你在他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吗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你的前任在你心中用4、5年的时间留下这么深的烙印，夜深人静的夜晚，你会是第一个点开他的人。你心里有一个空间，我就想看看，5年了，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只要那个夜深人静的夜晚，你们愿意拿出手机，你们愿意点开它，搜一个名字，找一幅照片，看一段话，这个 APP 就有生命力，这就是第一性，因为有人用，有人点，它就能活下来，它就能活下来。当然，这只是商业维度上的。如果我们再延展一点，这个前任点评 APP 真正的落脚的第一性是信息效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APP 延长了你们所有人的生命。往前推20年，你可能要用20年的时间了解一座城。可是大数据的时代，只需要1、2个 APP， 你就知道这里所有的路，甚至小路。你就知道哪条路有没有堵车，你就知道这里的馆子的排行，你就知道有辣或者不辣的。你们刚才说所有的美好要亲自去体会，美食的美好也需要亲自去体会。可是这不影响那么多美食点评 APP 做你的一个参考。你知道你们刚才前2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极端的推论？是因为你们太依赖这一个 APP 了，仿佛一个 APP 出现，你们的所有人的手机就只剩下这一个 APP 了。不是的，它就是你数十个 APP 当中的一个。它给你提供多那么一点点信息做参考而已，它不会指导你排着队去爱谁或不爱谁。所有关于爱的感受依然是你去相处去追逐，它就多一条信息，看一下就好了。你知道在亲密关系当中了解一个人需要多久吗？没有数据的帮助，没有在陌生人时代这些一个一个闪亮的路标帮我们指引一些道路，人生要走多少弯路呢？哦，点进去一看，哎，这个男孩，哎呦，9个前任评价妈宝男。哎，这个男孩，哎呦，7任有家暴的倾向，会不会避一些雷？会不会提供一些帮助而已？信息的效率就那么一点点，足够。你愿意点，它又能够帮到你，已经很棒很棒了。当然，我最后很理解刚才高明还有秋阳都提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分手是一个句号。分手就如同逝世，分手就要彻底的放下。这个 APP 我老是去点评，是不是不容易帮助我放下呢？我想到了一件很真实的事儿，之前有过一个线下的展叫失恋博物馆，它展出的是那些最普通的情侣在生活当中最普通的印记。哎，我正好在那个展到武汉的时候去看过，它里面有一条织的歪歪斜斜的围巾，然后有一张桌子满满的火车票，所有的一整张桌铺满了火车票，都只有2个站，只有 A 城和 B 城。
来回，来回，来回，然后到最后就是最后一章。他们的时间间隔在越来越宽，然后再没有去过那座城市，再也没有去过，再也没有去过。那个展出的那一瞬间，很多人走到那儿就挪不开脚步。那一瞬间，你才知道有那么多异地恋经历的恋人，他们都有那么满一桌的火车票，但在他心里，在他抽屉里，在他一个钱包的那一层里，他就放在那儿，他再没有动过了，他再没有动过了。有时候我们老是问，我把很多痛苦的记忆封存在那儿，是不是就消失了？我告诉你，封存本身不会消失的。你的心脏里腾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，把它全部装在一个黑暗的地方，它只会默默地发酵。你不痛，它不疼，不代表疼就不在。你走到那个桌前，你突然看到满一桌高铁票，那彻底的蓝的时候，你啪，你就波动了。你没有哭，但眼泪它自己往下流。你并没有释然，你只是装作释然而已。可是这个展的物品的提供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分享了一个极其有意思的观点。他说，当他把那一桌车票拿出来摆在那个展厅那一瞬间，当他看到还有一个人走在他面前，同样跟他留下一样温度的眼泪的时候，那个心底最黑暗的角落的某扇窗被打开了。各位，人类没有那么孤独的痛苦。我们有70亿人，你知道吗？所有你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、最痛苦的那个瞬间，感受到一切的压力都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：一定有远超过你想象的人跟你感受过同样的疼痛。那一瞬间，当他看到桌面的时候，他突然意识到人类雷同的悲欢在各个城市车轮般的绽放。没有那么孤独的痛苦，就是释然的第一步。因为那种共鸣，那整整一桌火车票被打开一瞬间，那种共鸣突然让你意识到，我还没有那么惨，人间还有一点暖。这件事情我要带给各位，也要带给屏幕前的所有人，因为你知道，就在前天晚上，在我们学校里又有一个孩子站上了高高的楼顶，这件真事儿。然后各个学院的学工的老师都要跑过去，然后问到底怎么了。人生总有那些时刻会出现，但那个时刻一定要在心中跟自己说一句话，就是我经历过的那些最极致的疼痛，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经历过，绝不是。而如果你愿意把它在一个空间绽放出来，寻找这一点点温暖的共鸣和希冀，那是你抵抗最黑暗的时候最后的力量。这个 APP 可以给你开一扇小窗，不必用它点亮你整个人生，但记住，留一扇窗又有什么不好呢？谢谢，谢谢。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她在释放她的能量。那站起来，她就已经不是陈明了，她是女娲来福。陈明站起来的时候是一个熟悉的比例，坐下的时候也是一个熟悉的比例。现在70比30啊，郑刚领先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